英国回到祈福新村啊，继续过我的祈福退休生活。但是呢，因为过几天呢，今天和家人要到香港去办点事啊，香港旅游。回来的时差还没倒完啊，今天早上一早呢，就要搭乘中旅巴士从祈福新村的交通中心去往香港。以前也给大家分享过，从祈福新村去香港呢，还是非常的方便啊。这边只要搭乘中旅的巴士，来回呢160啊，还是比较便宜，也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方法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车站，当然车还没来啊，车已经来了，但时间还没到。我们先在这个巴士站逛一逛。这边呢，除了有中旅巴士以外呢，还有永利、永东，还有机场快线。但机场快线呢，好像去年就已经停运了，所以我这次回到白云机场呢，也是坐的地铁3号线转22号线回到了祈福新村。不管怎么说呢，现在祈福新村啊，比以前是方便了很多。尤其是从这边去香港呢，你知道南站啊，坐一个不到1个小时的高铁，但是呢要花200多块钱一个人，而且还是单程啊。坐中旅巴士呢要经济得多，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呢去香港就选择坐这个中旅巴士。它到深圳湾的关口呢要过关。过关以后呢，再搭乘香港那一段的巴士，可以去到香港的许多目的地啊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如果你要去香港机场呢，就在深圳湾关口可以转乘小巴，有7人座的那种小巴呢，现在已经横明隧道直接可以去到香港的赤鱲角机场。比以前呢，大概节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，因为不走跨海的大桥了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时间尚早啊，我现在这个巴士站就是在这个交通中心的2楼这边，可以再走走吧。时隔几个月啊，交通中心呢也发生一些变化。最大的变化呢，就是这个地方啊多了一个麦当劳，这应该是我们祈福新村第2个麦当劳啊。所以呢，你看新店开幕，这边呢一如既往的还是有很多条的村巴，让住在村内各个小区的人们呢，从早到晚啊，可以无缝的接驳地铁，还有呢外线的村巴出行。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番禺1号的巴士呢，是外线的村巴。这边呢还有好多停靠在交通中心啊马路边上的村内的巴士，大概有7、8条之多啊。交通中心呢，这些商店也越来越多了，有很多的餐饮店都纷纷开门了。祈福新村呢还在持续的发展之中啊。就在这个交通中心的边上，滨昆富二期边上那块大的空地呢，现在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建设。据说呢要建比较高的写字楼，还有呢就是大的商场。现在呢已经从番禺的祈福新村啊，
经过潘玉宾馆，然后呢，经过了南沙大桥，再通过沿京高速到深圳前海，然后呢就来到了深圳湾关口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过关去了。今天时间花的有点多啊。早上出门的时候呢，看到马路上车比较拥堵，所以花了整整2个小时才到深圳关口啊。看到这边呢，好像也多了一些机器设备了。好了，这里写着不让拍照，我们就过了关再说了。现在呢，已经过了2个关啊，大陆的关和香港的关。现在呢，我就出这个香港关啊，前面呢去找接驳的巴士。今天过关的时候啊，感觉比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人要多了一些啊，看来过境的人流啊，稍稍有些恢复，但是比起以前啊，就是人满为患的时候呢，那是差了很多，比较合理。过了这边呢，就进到香港的巴士站啊。我们呢还是要找回中旅的巴士，应该在40号。哦，这边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人潮汹涌啊。这边的巴士排队排得很长了啊，我要去打听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巴士。我们回头见。我现在呢已经离开了深圳湾关口，坐上了巴士，现在正通行在深圳湾大桥上啊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深圳湾大桥的风光。刚刚呢从那头的深圳啊，现在呢很快就来到了香港的这边。香港这边呢都没有开发啊，都是青山，山上有很多的树木，但是艺术之歌的深圳呢，已经楼起得满满的了，所以深圳、香港2天天了。但是据说呢，香港也是要发展北部新区，就是整个新界地区啊。跟深圳相连地方呢，将来会有一个100万人以上的都市，但是这个呢，还只是规划之中啊。相信呢，以后的大湾区、粤港呢，将会更加的紧密。相信呢，这也是变成了国际金融废墟的香港的唯一的选择，就是依靠大陆融入大湾区。
香港的这个道路交通啊，它跟大陆是相反的，它都是右舵车，跟我前几天刚刚去过的英国是一样的。可惜这次在英国没有机会体验一下驾驶，因为主要是不熟悉。虽然朋友是非常热情的让我开车啊，但是我还是觉得不熟悉英国的交通规则，再加上从来没有驾驶过右舵的汽车，为了安全起见呢，还是放弃了这样的体验啊。虽然我其实本来想的是租一天的车，买一个全保啊，好好的尝试一下在英国的道路上驶乘一番，但是呢，还是未能如愿啊，留了一个小小的遗憾。那么以后呢，据说啊，广东的车有可能可以进到香港来驾驶。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将来可以开着我们的左舵车到香港来体验一下。这边呢，应该都是新界地区啊。按照香港的地区划分来讲呢，都是边缘地带啊，不是特别发达地区。但是随着香港的这个房价越来越高，所以很多人呢也不得不选择远离香港港岛、九龙热闹区域的这些住宅，所以这边呢也起了很多的住宅楼。从这个道路上呢可以看到啊，路上也是车流滚滚啊。相信呢住在这边的或者在这边有业务的人呢，早早的还是要往市区里头赶。香港呢虽然弹丸之地啊，但基础设施还是非常的扎实，而且呢以前港英政府遗留下来的这些体系或者说一些规则呢，基本上还发挥着作用啊。就比方说香港地方虽然小，但是呢他们对于土地的保护啊是非常的看重的，而且对于人的基本的这些权益啊也是比较重视的。虽然说呢他们也不得不通过向上发展，就起了很多很高的住宅楼啊，但是呢却保有更多的一些绿地、青山，有着发达的路网，但是呢它又是能够把这些屏蔽的这种玻璃墙呢建得非常的完善啊，以减少周围住在楼里的居民这种噪音。从窗外的风景来看啊，这边应该是贴着离海岸比较近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建筑物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居民区。而这些道路旁边呢，我也看到了好几个学校啊。就这边的学校呢，应该都是私立的，因为都写着某某某某谁谁谁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一个学校。现在呢，我们应该已经走上了青山公路，通过这条马路呢，就可以连接到香港的九龙，通过隧道呢，可以进到港岛，而前方这一段呢，应该称之为黄金海岸啊，就是离海岸比较近的一片地方。现在看到天上有一架飞机，应该是从赤肋角机场起飞之后飞向远方的。
前方的高架桥的桥洞啊，下面呢可以看到海湾啊。从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到整个的海湾的面貌了。今天这个海水很平静啊，海里呢还是有一些商船或者是货轮啊。隐隐约约呢，可以看到这边的海湾啊，有好几座大桥。有一座桥呢，应该是去机场啊，因为以前我们去机场都要经过这个大桥。通过这些大桥呢，就把那些小岛啊，或者是半岛，就连成了一片，形成了完整的路网。进入一条隧道。现在呢，驶出这条隧道。
前方隐约可见的高楼呢，应该就是维港位于港岛侧的这些高楼。现在呢，已经接近了西九龙了。这块地方呢，发展的也非常的快。主要呢是前面建立一个高铁站啊，直接连通大陆到南沙，大概不到1个小时啊就可以到达这边。这边呢附近也在新建很多的大楼、商业区域，以及呢各种文化的设施。这边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码头啊，但从那些塔吊的大小和规模来看呢，应该不是那种巨大的几万吨级的大船的这种卸货地。左侧呢已经到了九龙站了，因为我没有搭过高铁来香港过，就不清楚这个里面是不是直接可以换乘高铁。
现在呢，我们要进入到去港岛的隧道啊。我相信这应该是最老的一条隧道，当然以前也曾经走过啊。但看来过海的这些车辆还是蛮多的，大家都排队的进入隧道。下面可以看到的价钱啊，出租车是5块，大的车是50啊，大概以此类推吧。所以过这个隧道呢是要收费的。经过了隧道当中的一段堵车，现在呢已经进到了港岛。前方的牌子呢有去中环啊，同时呢也有去西营盘。但其实呢，今天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啊，先到上环，然后大概会转地铁去西营盘那边的香港大学。你看啊，香港呢因为地方比较小，所以这些路呢也都是高架啊。巴士的左侧是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。我已经看到上环的牌子了啊，应该第一个停车就是我们的下车点。那今天呢，从祈福新村啊，坐着大巴来到了香港，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呢就在前面了。那么这一段呢，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啊，我们下一段接着和大家聊。好，我们下一段见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，拜拜。